当你的股票出现这样一根长长下影线，也就是金针探底信号，可以买进吗？10个股民9个都说可以，这不就是经典的买入信号吗？很不错，买入就上涨。接下来股价出现回调，回调后再次出现金针探底信号，还是回踩前高哦，有支撑，大部分投资者都会选择买入吧。结果买完之后出现连续下跌，那当再次出现金针探底，还买不买了？经历了上次的痛苦后，这次呢要考虑一下。结果股价却是连续的跳空大涨，错失了一波大肉行情，瞬间就蒙圈了吧？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也曾经被金针探底欺骗过，那么建议你先看完本期视频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今天我就教你一套大资金经典的洗盘模型，看懂金针探底，识别主力的洗盘和骗线，帮你找到买入就上涨的金针探底信号。课程开始前，记得点赞并订阅阿哲频道。我们首先打个基础，对于带有长长下影线的 K 线，你的了解究竟有多少？首先，按外在的表现来说，这种 K 线它的下影线大于等于实体2倍以上，才算是合格的金针探底。那为什么传统技术认为金针探底具备买入的信号呢？一根 K 线它是由4个价格组成，分别是高开低收，借此我们可以推演出它形成的大体路径。对于这个路径，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具备一种含义，就是当天资金先是大幅流出，产生了下跌，但在某个节点之后却是一反常态，转而大幅流进，形成了长长的下影线。所以金针探底就等于告诉投资者，今日后市为资金流入，并且如果当天是阳线，则代表当天流入资金大于流出资金，反之如果收阴，则说明当天流入资金小于流出资金。所以正常来说，金针探底信号当日收阳更加标准。当然这是对于技术面上表面的解读，我们再深入一些，比如是何种资金的流入大于流出会更好？难道任何资金的流入大于流出都能代表市场后市看涨吗？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而答案很明显，它并不是。市场中的资金有许多种类，简单划分也可以分为2种，分别是跟风资金和聪明资金。更通俗易懂，可以叫做散户和主力。当金针探底出现在上涨时，并且是趋势明显上涨的环境下，那么当天流入资金大概率为跟风资金，而流出资金大概率为聪明资金。因为跟风资金它在市场下跌趋势形成后才会去看空，才会去卖出，而能够在上涨趋势末期就提前离场的资金往往不是跟风资金。所以我们也常常将上涨中出现的金针探底信号称为吊颈线。反之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是明确的明显的下跌趋势中出现金针探底，才有可能是真正的金针探底。这个图例就是很好的说明，当你想寻找能够买入就上涨的金针探底信号时，往往你不能在上涨中去发现，而要积极的在短期下跌中寻找。金针探底的位置很关键，但它不是唯一的考量。我们再看到这个图板，连续3次的金针探底都是出现在下跌途中，可也不是每次都成功呀。说明除了位置关系外，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们要重点考虑，而这个因素就是金针探底后的股价实际走势，也是我接下来要教给你的主力洗盘与骗线的识别方法。点个赞，我们继续看。如果你的股票出现金针探底长下影线，那么它会有2种含义。第一种就是常见的主力拉升标志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形态，出现长下影线之后，第2天的 K 线收盘价高于昨日 K 线收盘价，这叫做确认 K 线，它就构成一种看涨形态。第2种它叫做主力的诱多，它的表现是后边的 K 线收盘价落在昨天 K 线收盘价之下，表明主力在昨天后市流入的资金
目的实则是为了诱导散户跟风买入，第二天收盘回不到昨日收盘价之上，表明短期会有出货可能，或是大幅洗盘，所以这种形态一般后市看跌。我们回到刚才的图板，图中第一次出现金针探底信号时，第二天收盘价是高于昨天 K 线收盘价的，所以后市看涨，特别是这一天还是高开高走的阳 K 线。再来看后续下跌出现的2次金针探底信号，它们都是第二天收盘低于昨日 K 线收盘的形态，代表后市是价格看跌的，不要轻易买入，很容易就中了主力的骗线圈套。对于金针探底究竟能不能买，你现在心里有谱了吗？看到这次的金针探底，我们发现第二天收盘依旧在昨天收盘价之上，依旧是强势的高开高走 K 线，这种金针探底千万别放过，买入后续的加速拉升行情。止损我们可以放在金针探底最低价即可。现在来考考你了，看看是否真的看懂了。其实前期这里有一根 K 线，也是具备长下影线，它是否可以作为标准的金针探底信号呢？如果你觉得没问题，可以，那么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回复1。如果你觉得它不是金针探底信号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回复2，看一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。其实在金针探底形态中，它更强调出现的位置，但这个位置它不是特别好把握，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技巧，你可以用均线来辅助。比如阿哲比较常用到的是21天均线，使用金针探底信号时，尽可能在21天均线附近的调整中寻找，它代表中短期价位至少是安全的。如果价格是上涨远离均线，那么一般要小心，金针探底和均线乖离往往会将股价往下牵移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买的更加安全，也可以用55天的均线来衡量价位，那样的话股价将处于一个中期低位，也是可以的。现在你学会了吗？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，我是阿哲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更多技术分析等你掌握。我们下期再见。